这不行，你看这跟仓库似的。白宇，你看看这地方，这都没有人，哪里好呀？小念说好。我们去下个地方。累死我！天哪，都生锈了，石小念，这也太破了吧！还有这个楼梯，哎呀，累死我了。都已经逛了这么久了，怎么什么也看不上啊？不找了，不找了，热死我了，又累又热。大姐，你都来来回回看了好几个街区了，你到底是看没看上啊？这不都怪你吗？你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的，行的价格又不合适。但是，你们看，这边都是生活区，而且住的大部分都是老人，所以我们项目的受众群来说，没关系，酒香不怕巷子深。咱们那酒是有多香啊，巷子口都闻不到。好不容易翻了身，现在又来这种地方，在这种地方，你是画漫画还是养老的呀？我只是觉得这个地方挺安静的，立一秤子。哎，我就不懂了，你干嘛躲着你妹妹，和睦前出啊？咱们明明光明正大的，怎么着？现在世界恶人当道了呀？哎，先别急，我们再看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们再找个地方。不是吧？还找呀？不找了，不找了。你们俩饿不饿？咱们去吃饭。这个好，走，咱们快去。吃什么？吃什么？烤串儿，烤串儿。哎，下班了，你怎么还待在这儿呢？哎，别忙活了，都快，回家吃饭，都走人啊！哎，老板，刘总那边来消息了，说想约您晚上见见。工作的事情，改天说。哎，小老板，这可是现在几个合作商里面唯一一个给回应的。那就约明天中午，公司楼下。小弟，我回来了。你回来啦！你快来看看，我给你做了你爱吃的。哇，这么丰盛啊！你做了多长时间？怎么样？满意吗？满意。真乖。小弟，我回来了。我有点饿了。小弟，小弟，小。欢迎主人回家。主人再见。跟你跑了一天，石小念，你就请我们吃这个呀？我发现你这个人越来越露出了剥削阶级的嘴脸。没有吧？我觉得挺好的啊。你闭嘴！谁让你说话了？不要以为你一直讨好老板就能免去你私通外敌的罪名。哎呀，丸子，你怎么了？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必要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说一下。这几天乱七八糟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小念糊涂，可是我可不糊涂。谁知道你现在还是不是石迪的内应，还是有什么其他间谍的身份啊？哎，我相信他不是那样的人。其实白宇小念，我确实应该解释清楚。就算丸子不问，我也会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你们说的。其实，我很喜欢自己的职业，潇洒、自在、随意，又不用跟外界打交道，拿钱办事儿。其实这样看起来还蛮酷的。但是，话说回来，这么多年了，一直是我一个人，身边连个朋友都没有。不过还好，我有你们在，你们的那种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真诚和快乐，让我现在想对自己说，我要跟你们多待在一起。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我是不知道，我怎么会跟你们这两个没有出息的人当朋友啊？我小丸子一向是只动手不动口的好吗？明明你们两个自己理直气壮，还非得向外躲，气死我了！其实小念她，米生，不是，你到哪儿了？催命呢啊，小祖宗，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喂，你在哪儿？我在外面啊。我知道你在外面啊，不是说好了吗？把 Mr. 公随时随地带在身边。他为什么在家里啊？我不能天天带个机器人啊，我又不是哆啦 A 梦。石小念，你跟公公好了，你都没有告诉我。哎，我有事，我得先走了，你们赶紧吃啊！石小念，我有事。我也有点事儿，我先走了，你们吃啊。哎，别走啊！看什么？看够了没有？坐呀！其实我挺理解你的，跟要逃避谁、要躲谁无关，你只是想结束这段复杂的关系。可小丸子他们也是替我委屈，替我不值。可是我不能总让他们替我出头，我也得自己解决问题。就像我的职业一样，平时都是给别人办事情，可事情遇到自己脑袋上，我也不好整。所以啊，凡事来了你也别着急，让它顺其自然就好。嗯。哎，这个石小念真的是。看来，你又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要解决了。哎，那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嗯，谢谢你送我回来。那我下去了。听说你一下班就……没有。还推掉了，是我自己推掉的，跟你没关系。也没说跟我有关系。那个 Mr. 公，你想带就带，不想带就还给我，无所谓。你饿不饿？不饿。我知道你一回家没看到我，有点失望。可是这个 Mr. 公，我不能总带在身上啊，万一被抢了呢？抢？哼！我看谁敢！今天我就装一个自爆系统在上面。但是我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总觉得有点怪怪的。监视？我装一个定位系统，定一下你的位置都不可以。为什么白宇可以整天跟你在一起逛街？你们不是在工作吗？我们是在工作呀。什么工作？就你想说就说，不想说我也不会强求你。白宇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为什么呀？我高兴。哎呀，我们是去找地址，我们要搬工作室。但是不只有白宇，还有丸子，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搬工作室？为什么？我去给你炒米饭。你是不是饿了？我去给你炒饭。帮我拿一下，我带在身边，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了。自己拿。够不到啊。
们就在这陪我，我给你们小老板做饭。给他做一顿好吃的蛋炒饭。我跟你说啊，我特别怕你的小主人生气。刚才工作室要搬家的时候，我就提了一嘴，我没敢多说。不过里面有些话嘛，我并没有删。你如果想听的话，可以随时翻出来听。只不过你每听一句，我的手机里都会收到通知。这样我就知道某些人有多么的……多么什么？多想我。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当我女朋友吧。我喜欢你，当我女朋友吧。好，来，轨道拿过来，来。陆雪到底为什么要调查石小念？石小念，怎么哪儿你都要插一个？锅里还有呢。还有啊，盛出来给我。算了，我不吃了。公，我想搬工作室，是因为我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没有灵感，所以我就想，正好离那个木千出远点儿。我对你这个选择表示非常赞同。啊？你说的是真的啊？反正你是我女朋友，有关系吗？没关系吗？有。吃完了。那我再去给你盛点。小念可真行。我们小念真厉害。小念，你们怎么这么早啊？小念，你太厉害了！现在我才知道，这36计里面啊，美人计才是上乘计。美人计是什么意思啊？龚总让我们过来准备搬家。搬家？搬什么家？你这都不知道啊？哇塞，看来他要给你个大惊喜。龚总果然是一个懂得浪漫的榆木疙瘩。他。行吗，这位置？大功告成啊，真不……简单，有设计感，不错。谢谢小老板。你设计的？小老板真棒。石小念漫画工作室，喜欢吗？这也太夸张了。夸不夸张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啊，这工作室是我的，我赚的钱都付不起房租了。工作室是恩义的，恩义是我的，你也是我的，有什么问题吗？哦，姨母疙瘩开窍了。行了，别站着了，进去看看，医生。啊，进去看看。哎，这个地方好大呀！可是这一点也不像工作室啊。你们工作室在地下呢。哦。哎，你们吃什么呀？小笼包，谢谢感谢。这个设计真好，上面是别墅，下面是工作室。天哪，这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工作室。石小姐，你放心，我这辈子都不会辞职的。要是公司能再多那么一丢丢就好了。唉，这个地方真的是视野广阔，空气清新。小念，你在这儿创作，一定能够迸发出成倍的灵感。创作上肯定是没问题，可是他越这样，我就越觉得欠他的。我不能一辈子都赖着他呀。石小念，什么叫做一直赖着他呀？我问你，你喜欢他吗？那他喜欢你吗？啊，应该吧。如果两个人相互喜欢的话，为什么一定要分彼此呢？你们之间一定是互补的呀。你能给他一些东西，他也能给你一些东西，这不是很好吗？非要在感情里面分出你我，矫不矫情啊？况且你跟他在一块儿又不是为了他的。你不是吧？当然不是啦，我哪是那种世俗的人？我只是觉得，他一直在为我付出，为我做这做那的。可是我能为他做什么？石小念为什么突然要搬工作室？我以为他已经告诉你了。我要的不是他给我的那个理由。不管是什么理由，他已经远离了穆千初，现在又被绑在龚总您的身边，这不是好事吗？我想让他在哪儿，他自然就应该在哪儿。我想知道的是他主动离开的那个理由。说吧，你想要什么？什么？你们这种人，应该都是为钱服务的。你身后的那个人出多少钱，我出双倍。这你也知道？我当然知道。我只是想看看，你身后的那个人到底是谁。那你就不怕我伤害到石小念吗？有我在，你伤得到他吗？石小念知道你的身份，也知道你幕后的主使是谁，对吗？看来那个人不是师弟，师弟只是一心想毁掉他的漫画手稿，而你幕后的主使却对他漫画的内容更感兴趣，没错吧？其实师弟没有必要找我，更何况我的价钱也不低。不过既然他已经出现了，就证明他跟这件事情一定有关系，不然他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龚总想到什么了？好，没什么，只是你现在可以彻底的离开石小念。这个恐怕我做不到。既然石小念相信我，他就一定希望我留在这里。龚总，您这点威胁对我来说微不足道。你是个生意人。没错，我是个生意人。平时我的宗旨就是拿钱办事。不过，我还有个更大的宗旨：有钱难买我的人。千初最近在忙公司的事情，刚上手是需要点时间的。你处理这些事情有经验呐，你是他姐姐，你应该帮他。千初虽然是耽误了几年，但是他骨子里面是很有经商的天赋啊。是啊，小雪，
青初现在身体还是不好，一些琐碎的事儿，你能帮他处理就帮他处理了。知道了吗？妈，哎，爸，青初回来了，来，我来吧。小迪，新鲜的草莓，我来吧。来坐。说是你要回来啊，特意让人从郊区园子里摘了，刚刚送过来的。来，谢谢妈。尝尝。姐，今天到底什么事儿啊？还特地让我把小迪也带过来。他今天新戏试戏都给推掉了。没关系，没关系，角色都差不多定下来了，改天去也没事的。我就是趁爸妈都在，赶紧问问你们，订婚都那么长时间了，打算什么时候领证啊？是啊。那个，爸妈，其实我们……其实是我的原因，我最近太忙了，状态也不好，想着反正早晚都要领证的，状态不好，拍照也不好看。秦初啊，这件事情姐姐考虑的周全啊，你们这个是得抓紧时间把婚事办了。订婚都订这么久了，再这么下去，会引起别人的议论。这也关系到你现在的位置能不能坐稳。目前正是我们穆氏集团转型的关键时期，这各个方面的问题都要考虑周全了。好的，爸。千初现在很得人心，公司的事情我是帮不上忙的，但是你跟小迪的事情，我可是替爸妈盯着呢。姐，我记得我刚跟小迪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不是现在这个态度。看来小迪还的确是挺招人喜欢的。当初是当初嘛，我总得替自己的弟弟把把关啊。可是现在，我们不是一家人了吗？我还有事得回公司，你要回家吗？哦，我先不呢，我在附近逛逛，你先忙吧。好。领证结婚这种事情还要我替你操心吗？如果你连自己的事情都处理不好，那我们的合作还有什么意义？千初她最近好像察觉了什么。察觉？你难道连这种心理准备都没有吗？难不成你真的觉得千初会被你这种雕虫小技欺骗一辈子吗？可是我跟千初一开始本来就是建立在欺骗之上的。欺骗只是你们的开始，接下来怎么办？你自己想清楚。当初是当初嘛，我总得替自己的弟弟把把关呀。可是现在，我们不是一家人了吗？姐一向对小迪没什么好感，两个人私底下接触也不多。小迪又一向不怎么给姐面子，他最近是怎么了？三番五次提起这件事。
怎么了你？生病了？你少说几句，我就能长命百岁了。孙洁平，小丸子同志，我就略的提一个小小的想法。就你最近这个脾气是不是有点略微有一点暴躁？你说什么？我就是想问一下，你是不是来大姨妈了？哎，你要是来大姨妈了，你就好好歇着就行了。我虽然磨叽点，但这点小事我还是能办了的。你刚刚说什么？我这不关心你呢吗？真来大姨妈？你活该完了吗？赶紧搬东西啊你啊！你们这是要搬走？都是你，都是你！什么都是我？怎么不是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们能逃来逃去流离失所的吗？我还只是个宝宝呀！哎，穆总，我还只是个孩子呀！哎，没事没事啊，没事。哎，穆总，我们先走了，您忙着啊。好。肚子不舒服吗？要不要停车？你上厕所？不用了。我问你啊，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鼻子一样，嘴巴一样，眼睛一样，长得都很呆。你长得才呆呢。我问你呢。你问啊，你问什么呀？没事儿。那你说，如果我们家多出来一个人的话，能住得下？多一个人？你们咱妈要过来，少住几天没问题啊。但是要是常住的话，咱家地方也不大，不太方便吧？说的好像我妈愿意跟你挤那破房子一样。我是说，啊，你说石小念呀？嗨，她就是不住工作室，也不会住在咱们家呀。小老板家房间多的是，她流窜作案都没问题。哎呀，你这个人，我是说，孩子，不是啊，我就逗逗你，你别着急。咱之前不是说了吗？35岁之前的是事业上升期，不要孩子。哦，确实说过。龚总挑的这个地方还真是，谈工作就是谈工作，
既然刘总想吃饭，我能想到的也只是公司楼下的这家，吃吧。龚总还真是有意思啊，不拘小节，吃东西都不太挑的嘛。是吗？我觉得吃的都差不多。哦，确实有不一样的时候。哦，龚总觉得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一定有他的特别之处。我要好好试一试。不行，这个只有我一个人能试。龚总啊，其实我今天来呢是想说说你这边之前发给我们各家公司的关于下一步系统开发的计划。对，我们公司下一步要做报警系统。龚总的这个想法还真的是很特别啊。但是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第一家？是。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哎呀，以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虽然我还收到了樊胜那边的工作意向，但是说实话，以咱们目前这个投资和市场占有率来说，咱们恩义的这个想法，刘总，我负责开发产品，你负责考虑我们要不要合作，跟樊胜没什么关系。是啊。可是刘总有什么话就直说，还有别的事吗？我们的意思是，突然开发报警系统，增加手机的成本，以目前的市场来说，不是一件十分有利的事儿。当然了，咱们两家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这个忙我一定会帮恩义。我今天到这里来，诚意，龚总你也看到了。其他合作方都还在观望呢，先签下我们这家，龚总您也明白，对于后续和其他公司的合作，那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好啊，那刘总既然这么想，那就直接对接我们工作人员签合同。但是我的诚意您看到了，龚总这边是不是也应该有所表示啊？既然是第一家嘛，我们的想法是，还按照之前的价格进货。虽然这个价格在新系统下，龚总可能赚不到什么钱，但是打开市场，对于后续和其他公司的合作，这个关系有多大，龚总您是清楚的呀。那照你的意思，我给其他商家应该什么价格？这个您放心，咱们可以签一个保密协议，您给我的价格，我绝对不会外泄。刘总，我想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误会吧？我们恩义的产品不需要搞这些小把戏，也照样卖得出去。不是，龚总，龚总，和刘总他们公司的合作取消。啊？以后恩义的产品销售渠道要精选，有些公司有些人就不要出现在合作方里了。你早上为什么迟到？那不您让我帮市小念他们搬家吗？我那边干完苦力活，立马飞奔过来，路上时间一点没耽误。怎么样特别好。这个石小念呀，特别喜欢，眼睛都冒光了。废话，当然喜欢了，这还用你说呀？小老板，我接个电话，你先下去吧。喂，药店，你真生病了呀？你要什么药啊？我网上订了，给你送过去。不需要。哎呦，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哎呀，好了，我不跟你说了。哎，你到底怎么了呀？要不我请个假回去送你去医院？请假，就知道请假。请什么假？钱赚够了吗？今年有升职的可能性，能承担家庭压力吗？一天天你就知道请假。行了，小祖宗，我不惹你了啊，我挂了。什么时候开始轮到你挂老娘的电话了哈？哎，你好，买什么？你好，就是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吧最近经常犯恶心，然后脾气还不太好。你结婚了吗？
跟那个有关系？你可以先检测一下，确定是不是。这里有款不错的验孕棒，测的比较准确，还可以直接验出来怀孕周期。你要吗？对不起，我要不要带你去医院啊？要不要打电话叫点什么人啊？不要紧，别紧张啊，没关系的。对不起啊。丸子，小念啊，你怎么了？我完蛋了，我可能……哎，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咱们工作室明天就要办一个开业仪式，就是请一些朋友来咱们新搬这个地方玩一玩，看一看。你今天休息完了以后，明天就过来。这是什么？高级的工作室当然要有一些特殊的设计了，不像某些人整天就知道做一些无脑的装饰。哦，你的那个形象还行，毕竟是漫画的主人公。那个是我啊，我这是什么？我是恐龙吗？别人看了以为我有精神分裂呢。你没有吗？好啊，既然你有这层顾虑，那我就把它们都搬到家里，一个放在卧室，一个放在客厅。哦不，还是都摆在卧室吧。哦，那算了吧。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有点精神分裂挺好的。粉丝？我承认，上次你的粉丝见面会是我搞砸的，这次算补偿。大家好。你心情好点了吗？别把我说的跟家庭暴力似的。不是，不是吗？我没来大姨妈。我知道你没来大姨妈。我想孩子。啊？熊猫。你别开玩笑了，咱不是说了吗？先致富后繁衍。谁知道你致富这么慢呢？姐，咱俩才结婚多长时间啊？你当我中彩票呢？算了，我就想试探一下你，看看你有没有责任心。果然没有。没来大姨妈，有大姨妈的脾气，什么毛病？女人真奇怪。哥，哎，别说什么恶心的话啊！本来想表白的，那我现在不说了。我所说的恶心的话是感谢啊，非常感谢之类的，我又没阻止你表白。你既然不想听，那我就不说了吧。你爱说不说。来，干嘛？过来，又想耍什么花招？来，我告诉你。你看，那有一只大鸟。干嘛？就请你带走我的心，甜美柔软的幻想，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曾辗转难眠的长夜。你这种表达方式呢，
我其实挺好，只不过得再走点心。如果走心的话就更好了。多来几次我也不介意。我没见过你这么自恋，还无理，还霸道，还不听别人讲道理的人。是吗？原来我在你心目中这么有趣啊！自恋升级版。我其实刚才想跟你说，我身边的家人、朋友，还有为数不多的粉丝，你都见过。可是你身边的人，我都没怎么见过。跟我跑马路，带你去一个地方。我们都走过时光的堤岸，谁不是水面另一个倒影？颠倒悲喜，学会遗忘记起，风试着将波折抚平，我试着将一切抹去。我和你之间有透明的墙，牵引目光探索柔软的窗，颠倒沙漏，是否能倒转时光？你拒绝牵手的邮件，装着送你的全世界。你和我之间有透明的墙，牵引目光探索柔软的窗，颠倒沙漏，是否能倒转时光？你拒绝牵手的邮件，装着送你的全世界。要给就给完全，要收就收全部。可是烟太潦草，领悟太仓促。那一段路，我们颠倒无数。这一场宁愿孤单，不辜负。